嘿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炫创意，我是林汉。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，你现在做影片，卡最多的真的是剪辑技术吗？对我来说，其实不是。我真正卡住的通常是3件事：第一，没时间；第二，没灵感；第三，不想为了一支影片把整天都耗掉。尤其是当你要做的是教学、工具介绍、社群影片、节日记录，这种不是电影级制作，但又不能太随便的内容。今天这支影片，我想跟你分享一个一直实际在用，而且很适合这种情境的工具 FlexClip。FlexClip 是给谁用的？我先讲结论。FlexClip 它是给这3种人：一、创作者；二、上班族；三、需要快速产出影片的人，也就是那种你知道你要什么，但你不想从零开始剪的人。如果你今天的需求是：一、快速做一支介绍影片；二、把文字、图片变成影片；三、做节日影片、活动记录、社群短片。FlexClip 的定位其实非常清楚。二、模板等于不是偷懒，是起点。第一个最常用的功能就是影片模板。很多人一听到模板就会皱眉，但我想讲一句实话，模板不是拿来照抄的，是拿来省时间的。你可以看到模板本身已经帮你把节奏、转场、画面比例都处理好了。你要做的事情只有3件：换文字、换图片或影片、调整内容顺序。这对一支影片只想花30到60分钟完成的人来说，差非常多。3、AI 功能真的能省脑力。接下来我觉得 FlexClip 很实用的一点，是它把 AI 功能做得很日常，不是那种很炫但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用的 AI。一、AI 自动字幕。如果你有拍教学讲解型影片，这个功能可以直接帮你省掉一大段时间。字幕生成完之后，你只要简单检查、微调就可以用了。二、文字转语音。这个我自己会用在2种情境：不想录旁白，或是想做一版快速版影片。你打好文字，選聲音，影片就能直接動起來。軟創意專注分享AI生成、設計、藝術、創作、剪輯，以及社群與自媒體經營等資訊。3 AI 解說影片生成器。接下來這個功能，我最近其實用的比字幕還多，叫做 FlexClip 的 AI 解說影片生成器。這個功能在幹嘛？一句話講清楚，它可以把一支現有的影片自動變成一支有解說、有重點、有字幕的解說影片。你只要丟影片進去，剩下的事情 AI 幾乎幫你跑完。為什麼這功能很關鍵？我先講幾個超真實的使用情境。你有一支教學影片太長，想剪精華版，你有錄畫面，但懶得再錄一次旁白。你想把一支影片快速變成 Reels、Shorts 解說型內容。以前這些事情都要自己剪、自己想、自己配音，現在是一鍵交給 AI。實際怎麼用？Step 1，進入 AI 解說影片生成器，到 FlexClip 裡，選擇 AI Video Recap AI 解說影片生成器。Step 2，上傳你已經有的影片，這裡你可以丟進來的包括教學影片、工具操作錄屏、活動記錄、社群影片，不用剪過，不用整理，原檔就好。Step 3， AI 自動做3件事，這一步我真的覺得很爽。AI 會自動幫你：一、分析影片內容；二、抓出重點片段；三、生成解說腳本加字幕加旁白。你會看到畫面已經幫你整理好，重點句也直接寫給你。Step 4，微調，不是重做。這一步很重要，我要講清楚。FlexClip 的 AI 不是要你照單全收，而是幫你做到70到80分。你只需要改幾句你不順的文字，換成你喜歡的聲音，調整節奏快慢，不用從零開始。Step 5，輸出成新的一支解說影片。最後一步，直接輸出。職場新鮮人追成長，老手求生存。速度勝於完美，善用5個免費 AI 工具，先求有再求好，這是高效率的職場真相。你就得到一支有解說、有字幕、有重點、適合社群平台的影片。我會怎麼實際用這個功能？我自己的用法很簡單：長影片、短解說精華，操作錄屏、教學型短片，活動影片、回顧解說版。它真的很適合那種我有內容但不想再剪一次的狀態。所以你會發現 FlexClip 厲害的地方不是炫技，而是它一直在幫你做一件事，把已經存在的內容再多炸出幾支影片。4、素材庫加拖拉時間軸。再來一個很關鍵的點，很多人剪片卡住，不是不會剪，而是素材不夠。FlexClip 內建的素材庫包含圖片、
影片、音乐、音效，你不用再开5个网站找素材。整个剪辑逻辑就是拖拉放，你不需要学复杂的时间轴操作，但该有的剪辑节奏它都帮你顾好了。我会怎么用 Flex Clip？ 直接跟你说我会怎么用。Flex Clip 最适合拿来做的是：1. 工具介绍影片；2. 社群短影音；3. 活动节日记录；4. giveaway 或公告影片。它不取代专业剪辑软体，但它大幅减少不用想太多的制作时间。6. 总结。如果你问我一句话总结 Flex Clip， 我会说，它不是让你剪得更厉害，而是让你更容易把影片做完。如果你最近刚好有影片要产出，又不想每一支都从零开始， Flex Clip 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。我会把官方链接放在说明栏，有兴趣可以自己玩看看。如果你想看我下一支用 Flex Clip 快速做一支完整影片流程，可以在留言跟我说。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每周都会更新最新实战技巧。这里是炫创意，我是林翰，我们下次见。